上一期没有露宿街头，好遗憾呐。那么今天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演员。有活泼的女生吗？随便问一下，单身的有吗？哇！你好，你单身多久了？2年了。没关系，你这个状态可以单身第3年的。这段子在网上，然后弹幕飘过，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我说废话，你觉得别人的哈哈哈都是什么？是疑问句吗？别人在闹得我脑壳发昏。后边的演员不许那么好笑了，不准那么好笑了啊！他爸爸过来帮我揉太阳穴，越揉越难受，越揉越难受。他爸给我揉太阳穴，这么揉。太有心情在我死前把我那些钱花了。病床到卫生间5米远，我雇10个护工把我的尿壶传过去。我们小区楼下有人办白事儿，烧纸，我感觉烧那个数量能把人赎回来。到后半夜那个火腾一冒，老头走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前段时间把《星汉灿烂》我又再看了一遍，其实你总能发现几个已经睡着了的大哥们，头盔也是歪的，然后拿着刀。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拍得多赚得多的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欢迎光临。放心，老师放心，我已帮你保护好你那儿。哎呦！没事没事没事，吓着了。老师真放心。我放心，我放心。你的刀太凉了。这个太合适了，这个有点。你很像个小鱿鱼。我这个鬓角啊，它越来越厚，你就会显得很油腻。明白，您坐。老师，我给你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你的方，跟发际线非常大。哎，你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告诉你，你这个太好了。老师，你今天要上台对不对？我上台的，对。你这个已经就是赢了。你觉得这个往外撇点好吗？往外撇点好点。好。是吗？这样。哎呀，这好啊！哎，这发型真的国泰民安。这个太好了。对，露丝老师，您重点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俏而不娇，火而不燥。哎呀，你看看，我现在忍不住的要动一动。整个流畅的脸型更加流畅。这个发型很好的掩盖了我的缺点，那个发型可能是我以后努力的方向。放心吧，这一点点的小改变，你今天就是全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对，最炸的就是你了。对，你们是不是跟每个人都这么说的呀？哎，你怎么知道？你说这跟大老师多像？哎呀，谢谢您。我们说屋顶，说哎，帮我想一个开场小段儿，怎么快速的跟观众建立连接？屋顶着火吧？哦，屋顶会着火哦，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你看多好。你可以故意说它很冷，然后你说这是我干的，对，这倒不用故意。老板，坐好了。我的天哪！你看我这也 OK 吧？哎，我们这个显脸小哎。这个地方可以把麦待会儿挂在这儿，还实用。老适合。小鹿，你帮我看看稿子呗，我想优化一下。别急，我带你先去海上放松一下，走。来感受一下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它能自动适应你的睡姿，精准承托你的肩、背、腰、臀、腿，就像飘在海上一样。真的耶，这就是传说中的零重力感觉呀，可以呼呼任性睡了。你先让身体飘一会儿，灵感自然就飘出来了。我们往这边呗。走着，
怎么还没来？神秘嘉宾迟到了。现在有点大牌了，神秘嘉宾。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sketch 脱口秀演员加作家爸爸吗？我要烟牌。给我擦皮鞋。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看看你最近的健身食谱。谢谢。哎呦，我来看看您，您俩还挺好的就行。那我就先走了。你回去给孩子带个好啊。好嘞，好嘞。我要录。带你来录啊，带你来吧，看看。哎，像不像咱以前啊？但不会有这么多观众。哎，咱们以前演最少的多少人？没人儿，我记得那是期末在6个演员，然后没观众。有请观众入场。老板，我待会儿也上台。哦，你也上台，放心，我觉得这个好。哎，好哎，好哎。老师，你们这边有什么诉求？我的诉求就是，我觉得你指导我一下，我平时生活里头照什么样打扮就行。你现在就挺生活的。那我今天就保持这个造型了，我就先感谢。没有问题。Hello， 露丝。哎，老师你好。你在这营业，然后给大家。对。这造型有什么新造型？我看看。这怎么样？不好，我都不敢说杨天真来了。这样的感觉呢？有点大张伟老师的感觉了。进来一个大张伟，出来一群大张伟。你前边没弄啊，这重点的是啊，前边得挡住，这样。大老师懂这种发型，这样才是帅的。对我这个非主流多少年了。好的，准备好，我们一起出发吧！3、2、1，走你！大张伟。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热场演员叫包凯，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演出现场，欢迎朋友们。我真心实意的把他们交给你们了，好不好？好，谢谢你们，祝你们今天玩得开心，拜拜，再见，拜拜。有请主理人周奇墨出场。这儿呢，是。有请嘉宾刘洋出场。好了，不是神秘嘉宾吗？我第2个就出来了。有请主理人小鹿出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大老师露丝带来的开场秀表演。朋友们一起走走。上期望上期的下的日记都不这儿，当然我没关系。你坐在那就像那张成定海就不见。我想这样，我想这样，我只在听。我爱飞，只要爱飞，只要爱我不停。这个世界美得要命，一生就是在体面不自信。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真的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喜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从你来找一起，只要我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
我们带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刚他们3个一起蹦，哎呦，我眼泪要出来了。各位好，各位好，大家好。是的，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全世界最可爱的脱口秀爆笑现场，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相信这个眼尖的朋友们呢，都已经听出来了啊，我们都没有感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一期没有露宿街头，好遗憾呐。谢谢各位，都是因为各位的这个鼓励，才让我们这个特别的完美在这儿哈。那么这一位是谁？不用介绍了，对不对？那就不介绍了，还介绍吧？还是得介绍，这就是我们的教主刘洋。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捧场，多捧场。那么呢，其实大家看见我们这些装扮了，非常的可爱。那么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重返童年。你们小时候头发就已经吹成这样了？是的，哎，是的，对对，是的，我小时候是这样的。各位可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是谁，咱们猜一下是谁。哇，这个好可爱的宝宝哇！好美。陆姐，陆姐，这是在测风向嘛？是西边的风啊。这个是截图，旁边还有我的同桌，我俩是摆了一个这样的。哦，等于他的这边是这样的。合体了。咱们看一看这位小姑娘小时候。哎，这大老爷们儿小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啊？来看一看。哇，你看这是，小时候就当门头，这是日常穿搭。小时候睡觉啊。这小板，这小板。哎呦喂！哎，我准备了这个。露丝不信我小时候是这样，我真是这样。小时候 ，gangster。哇，真的哎。好嘞，咱们再看下一张。下一张更正。太像。哎呦。这谁？这是马东老师小时候吗？这么瘦啊！那老师，您小时候那时候是正科还是副处啊？你看我当时竖着2个犄角，是不是？站在后边多开心啊！那是另外一个人哦，那不是我哦，前面那是我呀哦，我也忘了我小时候什么样了啊。旁边那是周奇墨吧？我哦，咱俩小时候一个团的啊，我们俩以前一个啊。哎，赵露思老师正好站在这儿，站在这儿，哎，你仨拍的，正合适，哎。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就是我们翟佳宁的嘴来到了现场，掌声鼓励一下。待会儿我们要是说一些不该说的，那都是翟佳宁说的，我们怎么可能说这些话？那么，如果现场的气氛特别的爆，我们就要一起爆起来！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整场的投票规则。我们每场演出呢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观众的好评。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够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如果整季10场都特别好笑，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大家知道，这边是天花板。这是谁？这是我们天来了，天花板的天都来了。既然我们的教主刘洋来了，就马上有请到我们的演员二狗老师带来开场表演。什么？他是脱口秀线下票房第1人。目前国内脱口秀互动最卖座的演员，他的演出开票30秒售罄，创造了脱口秀史上最快售票记录。OK， 我差点跪着上台，我的天。然后接下来可能是我的一些互动秀，我的互动秀跟其他不一样，我没有段子，我纯即兴互动，各位可以接受吗？可以。那互动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冒犯性，可以接受吗？可以。哇，你们好热情，非常好。那 OK， 那我们要开始了。
我要问一个问题，有多少人第一次是看我的演出的可以举个手吗？第一次来。哇。还是有这么多没见过世面的观众，非常多。OK， 那接下来我要开始互动了，我要在台上还是下来 ？OK， 那就下来好不好？哎呀，我下来发现更矮了，还不如在台上呢。你知道我的口号吗？我就喊了啊！如果不知道会很尴尬。来了，众所周知，我们一级班的第一排是。OK 啊，那我们就随机抓人了。你好，这位帅哥，第一次来吗？第一次。非常好，您是单身。Yes。好，你还会讲英文？怎么称呼你？兰兰。兰兰，哦，叫 Blue， 非常好 ，Blue 是单身。你谈过几次恋爱？想不起来了。没关系，你想一会儿，来换到这边。你好，帅哥，单身。不，这我女朋友。哦，女朋友，你们在一起多久？303天。哦，你是个303。可以，你怎么追到她的？来分享一下。直接表白。怎么表的白？来尝试一下，再说一次。我爱你。就这么简单。您谈过几次恋爱？2次。非常好，上一次也这么表的白吗？差不多。上一次怎么表的白？上一次。哎，别结巴。你是喜欢上一个还是喜欢这一个？上一个是。啊，不用回答。哇塞，小陈污泥，哇！等一会儿，我等一下把你们拆散，很好。来，你送过什么礼物给他？说话。手套。哦，手套，为什么送手套？这么棒的一个礼物。冷。因为手套是 glove。Give your love to。Blue， 这是你的领域。Your English so good, so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活泼一点的还是安静一点的？说。都可以。哦，很好。有活泼的女生吗？随便问一下，单身的有吗？哇！哎，你好，这位小姐，嗨。很好，你好，你单身多久了？2年了。2年了，没关系，你这个状态可以单身第3年的。OK， 你活泼。啊，对。那这种帅哥类型会喜欢吗？很好，那互相问一个问题，来，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的？请问。说话。就不问他什么星座？属什么？属什么？你是个老年人吗？很好，你什么星座？双鱼座。双鱼座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说。没想到互动到你，对吧？双鱼座什么样的性格？我。你是什么星座？我是白羊。你是白羊，他是什么星座？天蝎。你们俩是绝配吗？不是。非常好，所以你喜欢这个男生吗？虽然你没有看见他。看后脑勺，感觉长得帅。看后脑勺长得还可以，他身高很高，你大概多高？182。你站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呢？在展示发际线，还是没有脱发？发际线。来，你替他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再次谈恋爱的话，你会问那个女生什么问题？你会跟我。所以你真的想再次谈恋爱？分手。没关系的，303人还是对。所以你有考虑跟他结婚吗？肯定的。什么时候？等我赚钱。一看没准备。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我现在还在上学。哦，还在上学？哪一个学校？湖南工商大学。哇，非常好的学校。哇，你们都不给面子的吗？再来一次，什么学校？湖南工商大学。非常好，还有吗？这边还有吗？稍微年长一点，这位弟弟你好，您多高？171。你站起来。你已经站起来了吗？比我高一点。来，弟弟上来，别害羞。你追过女生吗？追过。怎么追的？我写个纸。别抖，没事的啊，慢慢说。我写个纸条给她，结果写个纸条给她，她有男朋友。你写了什么内容给他？
关注你很久了，可以认识一下吗？他怎么回？他没回。他男朋友回你的？他男朋友来找我的。你被校园暴力了是吗？maybe 吧，maybe。没关系，勇敢追爱不怂啊，没关系的。那现在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赵露思。Of course。你可能将再次受到一次暴力。他们去找他。没事，我扛得住，扛得住啊，特别好，掌声送给这个小哥哥啊，很可爱。来，坐下，非常好。这2位哇，现在轮到考你了，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3632天。非常棒，非常棒。什么？编的。3000天，很好。那最难忘的是哪一天？今天。对不起，是每一天。很好，所以你最喜欢他什么？说他3个优点，预备开始。可爱、善良、美丽。没有内涵，非常好。来，你夸奖他，来，内涵，只有内涵。反应真快呀！这个拉满了，这个。很好，所以你们2个是结婚了的状态还是没有？结婚了。那你有送过什么比较难忘的礼物给他吗？有。好，跟你互动特别的开心。OK， 好，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我们最后来一位吧，最后来一位。来，哎，你好，哦，这位小姐很高，你大概身高？1.72米。您尽量就不要站起来。您的择偶标准大概什么样的？张伟那样子的。哦，谢谢。喜欢这种蹦蹦跳跳、活泼的是吧？喜欢有内涵的。有内涵的，很好。如果我一个朋友他也蹦蹦跳跳怎么办？那我还是喜欢大张伟。那没有办法了。本来我想帮一下我的那位朋友，曾经写过情书的朋友。OK， 大概就是这样啦。今天还开心吗，各位？开心。希望各位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好吗？好。谢谢各位。谢谢，哇，太棒！哇，二狗在台上这么多跟人口普查一样，在那聊来聊去的。我感觉太厉害了，就是一下子整个场子特别热，特别热。对，而且拆散了不少。聊来聊去的，二狗想问你个问题。你问。我的都去哪儿了？你会出很多表情包。因为你一抬手的时候脖子就进去了，一抬手脖子就进去了。其实我有个外号叫龟丞相，太可爱了。我们其实没有在线下看过二狗，但是一直都知道二狗是线下互动非常厉害，而且他线下互动都是那种1000人以上的专场，就是满场飞，是不是二狗？啊，他们没听懂，再说一遍，1000人以上的专场。二狗老师是为数不多的我们演员平时谈论他，第一个先想到的就是票房，因为他真的好火，真的好火。每个演员都是他一天演这个这么多场，票价多少钱，然后每个演员都在算，哎呦，我离他还差多少？不敢，我的票房只有303。二狗，我们之前合作过，也是专场的时候，二狗我有帮刘洋老师主持过专场。对，当时为什么不相亲？他们开发出这个技能。对，那场之后他就开始到处给人相亲。感谢二狗啦，谢谢你的表演。谢谢各位。这是5星表演呀，5星表演呀！下面要上场这位，他是6星表演呀！全世界都没有谁能比他更幽默了。人类在他之前根本没有笑的这个机能，那么好啊！哎呦喂，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刘洋老师。教主，哇，他太棒了！这样抬人特别可爱。教主5岁就学会了背。快跑！可以了，教主快跑！把麦关了。压力太大。
哎，谢谢，很难在一个相亲的场子里面，然后来正经的讲段子，我天，要不我也相亲吧？如果再给你一次，他真要死了，太可怕。然后这次节目组让我来，然后我说我讲什么主题，他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就上了节目之后你们脱口秀演员未来的坦途，说给这些弟弟妹妹未来一些个希望。那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这样的，这2年因为参加了这个一些个综艺，然后也是能接到一些个影视剧了哈，然后前2年演了一个男1号，牛只能吹到这儿了，演一个脱口秀演员。哎，我去之前真的很轻敌，我去之前我在想脱口秀演员我去演，那我根本什么都不用准备。当时那场戏是我要在一个酒吧里给80个群演讲段子。我说那天呢，我就直接上去讲段子。群演听过这么好笑的段子吗？啊，那群演不得笑死几个啊！太轻松，我天，各位，我真轻敌了。那场演出是这样的，各位，我先给你介绍一下，那场戏是演一个我的角色通过那场演出发现自己有说脱口秀的天赋。我演完那场之后，我这个演员发现我没有说脱口秀的天赋。哎，各位，我们这行，大家线下演久了之后是有阅读剧场的能力的。比如说你进到一个剧场，大家都很嗨，我的潜意识就会告诉我讲快点。如果大家都很沉闷，我的潜意识就会告诉我讲慢点。那天我一进那个现场，我潜意识说跑。我说啊，已经来不及跑了，我天了，80个群演。各位是这样的，你们知道群演是训练有素的人。群演觉得我只要笑就叫笑场，如果因为我笑场，导演让大家再来拍一次，我可担不起那个责任，所以我死都不能笑。他死都不能笑，我差点就死在那儿，太可怕！你见过80个人同时开震动的模式吗？我今天讲段子，群演在那，有一个群演已经不行了，我说大哥想尿就去尿吧，大哥。还有一个人，他明显已经笑了，他低下头，然后掐自己。回来，我天，一声笑都没有。我在那个场子讲完，我中间讲的已经完全心凉透了，我心完全凉透了。凉透了之后，然后我觉得就这样吧，无所谓了，把大家的音轨送到那个节目里面去，是吧？配后期的笑声就可以。然后我就下来了，我说谢谢大家，我说刘洋，我就下场。各位发现问题了吗？我在那个戏里的角色叫郑浩。刘洋是谁呀？上台的时候，大家好，我是郑浩，然后一下台，谢谢大家，我是刘洋，在那表演大变活人呢我。然后我演完了之后，导演出来说：“刘老师，不好意思，这个没办法了，这个大变活人不行，这个别的都能修，这个修不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办法，大家再重拍一次。”所有群演看着我，我可没笑啊。我说：“导演，这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说这讲不了，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们笑。导演说：“不是你应该想办法让他们笑吗？”我说 ：“OK， 讽刺的好，将来开专场我去看你啊。”我说：“我没办法了，你能不能告诉他们笑？”导演说：“没关系啊，小刘了，别慌，我给你想一个办法。”我一点没骗你各位，他找副导演，拿着剧本找我，让我标出笑点。我讲了10年单口喜剧，我没有受过这种羞辱。我以前在网上我多狂啊我那段子传到网上来一个我怼一个，谁说不好笑我都怼谁。我那段子在网上，然后弹幕飘过，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笑死我了。然后一个弹幕，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我说废话，你看不出来只有你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你觉得别人的哈哈哈都是什么？是疑问句吗？别人在那哈哈哈。这个很好，笑死我了！我以前多狂啊！我以前传了段子，别人说笑点在哪里？我说没笑点不会反省自己，怎么别人都能笑出来？然后那天副导演说笑点在哪里？我说在这里，在这里，还得给人标。我说这是小笑，这儿是大笑，这儿一般有掌声。然后
我一点没骗你。那个副导演这样，他说刘老师交给我，我站在那儿讲，他站在我的旁边，拿着剧本指挥群演笑。那场戏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以为我是在给80个斜眼讲段子，没有人看，我全都在看他。说真神奇，80个观众同时落枕啊！但不得不说，群演的笑比各位牛多了。各位只会一种笑，叫自然而然的废话，哈哈哈。那本来你要怎么叫？还有，各位只会一种程度的笑，各位就只会自然而然的笑。这段子到哪儿我就笑到哪儿。群演不一样，群演的笑有层次。然后那副导演在旁边告诉他们，一点没骗你，他是这样。这是小笑，这是大笑，这是波澜起伏的笑。群演太厉害了，群演笑断戏不断，每个人都在非常的到位，在那儿小笑，大笑，波澜起伏。那天演完，外面8度，我蹲在外边取暖。然后制作人跑过来说：“刘老师，没事儿，这些群演刚刚啊，只是在工作。”我说：“那我呢？我刚刚是在渡劫吗？我刚才。”然后我还经历过一次渡劫，去年我去了一趟那个西班牙，我去西班牙的时候，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脑子抽了，晚上我跟我老婆说，我说咱们看一个音乐剧，看西班牙语的音乐剧。我老婆说那能听懂吗？我说当然，别的听不懂，但咱们可以想办法。我给他买了《狮子王》的音乐剧，我说哎，别的都无所谓，《狮子王》能听不懂吗？西班牙语再牛，辛巴、姆法萨、刀疤。哈库纳马塔塔，我说这不就能听懂？这就是我那天听懂的唯一的4个词。整场我看到那个故事梗概就是辛巴格拉巴蒂诺格拉巴巴贝蒂诺拉巴姆法萨。好吃，活太多了。姆法萨奎萨布利马格拉巴巴比马刀疤，达巴格拉巴比达格拉巴巴基布拉巴哈库纳马塔塔。中间还有个意大利演员，明显在抖包袱啊，他在那笑着，底下他笑的都不行了。有个小偷正偷老大爷都停下来笑一会儿，已经笑的不行了。我都被冒犯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冒犯，我都差点站起来说：“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谢谢大伙，梁教授，谢谢。大开炸了，太幽默了，大人发自内心幽默的。厉害厉害厉害！刘洋，冠军，这冠军亲口认的冠军。哎，露丝，你拍戏的时候也碰见过这样的状况吗？挺多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看我以前拍的古装的一些就是画面，其实你总能发现几个已经睡着了的大哥们。在哪儿？就是总会有那种情节，就是女主被围困了，然后会有很多士兵拿着刀就会这样，然后这时候睡着啊？旁边有一大爷在那儿，不可能的，远处大爷嘛，远大爷，就是倍儿远一大爷。这声音太大了，这可能不是睡着了，这有点危险了。大爷是个桌板在那儿呢，放刀用的啊。仔细看，因为我前段时间把《星汉灿烂》我又才看了一遍。然后呢，我就看到里面好多睡着的大哥大姐，好多，那个头盔也是歪的，然后拿着刀。你认真看，我这次就是专门我没明白，一堆大爷这样，这不丧尸片吗？就是一个。那也不是全部里面总会有几个大哥，或者就是那种想笑场，但是被拍进去了，就是对，就是我觉得跟群演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害怕对上眼神。你跟大爷对眼神啊？大爷，不要轻易爱上我。那肯定会笑，这是什么大爷？哎呀。
这个周奇墨先生啊，你知道上期您没来，是可惜了了但是不可惜的在哪儿呢？周老师啊放了一段视频，是跟您一起 sexy 共舞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来看一下。是你们俩吧？是你们俩吧？是你们俩吧？哦，那个黑色衣服的是教主，那是你啊？对，这是我吗？对啊。哇塞！我昨天以为黑色衣服的才是周老师。不能。我们专门给你准备的。你上一期没来，你当时放了个音乐，周老师在这个杆儿那儿开始翩翩起舞。他自个儿也唱，你自个儿也唱吧。来吧，两个人去那个杆儿那个地方。哇！周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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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周老板，一起，这给钱真干活啊！亲一个，花多少钱呀？亲一个，会不会把我的那个脱口秀剪了，就放这段是吧？谢谢您了，好嘞啊！这都累差不多了。然后呢，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周奇墨，还有那个教主，还有小鹿，然后当时你们就是一起创业的，对吧？当时，哎，你们有4个人。你要聊这个话题，没必要先跳那舞。没必要，没事，说明就是生活所迫呀。就是说，我们创的哪个业？什么都干得出来啊。然后这个当时这创业，就是说，因为当时脱口秀在咱们这边还没有特别的普及啊，对吧？4位就当时创的是单立人吧？对，算是单立人的创始演员。对啊。因为当时这个脱口秀这个东西，或者说即兴喜剧，在咱们这边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事情。是，怎么就觉得这事儿能干了？是什么信念就觉得这事儿我肯定能干？就是赌，就是赌啊！结果赌到了今天，发现赌对了。哎呦，一路的闯过来了，哎。当时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跟那个石老板出去宣传演出、地推演出，那个海报就只有那么人手1张，然后观众想要一张海报，我说不行，我们就只有这1张，您看完演出信息自己拍个照，然后希望您到时候自己过去。又回收了，对，把观众往剧场里引。过来。早期我们一起录播客什么的，其实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记得蹭人家咖啡馆外面的桌子，也不买咖啡，就在那干蹭。最安静的一次是在教主车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车了。哇！大家不要笑，独轮车，当时两边独轮车一直蹬。他们怎么录，我就这么录。你扔我们3个人这样，哎，真是单立人，我在这真的是独轮车来了，你说喜剧不喜剧？哎，是，确实，但是这个当时是心酸，现在想起来都是笑话，是不是？就是感觉过去的这些没白受苦，笑得我脑壳发昏。后边的演员不许那么好笑了，不准那么好笑了啊！那么，所有朋友们，我们今天已经把前面的内容都演完了，马上就是我们的新人表演啦！哎，演那么炸干啥呀？我上场之前，我是有一点担心自己接不住。这将是我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紧张的一段视频资料。我还得上厕所，我还得上厕所。我又想上厕所了，有人还跟我一起去吗？你就是紧张，你完全不想上厕所。
能尿出来？有人去吗？那也没有必要去，你右边一泡尿去炸场。我还想再去一次呢，应该来得及吧？那么我们第一个登场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大龄未婚中年男性，他是我们的刘三变。大家好，大家好。刚才你们是开心的，我在后面。我说实话，全世界演员没有接过这么难接的场子，阿狗互动，然后刘洋教主演出，场子开得不错。我本来以为接他俩就很难了，还要接一段热舞。我叫柳三面，我年纪比较大了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我今年其实已经快40岁了。我87年的，今年38，快40了。但是岁月也不饶人，脸上还是有些岁月的痕迹，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哈。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都能看到吧？长痘了。老人斑。老年斑呀啊！谁说老年斑呢？很没有素质啊，朋友们。其实我接受老年斑那个说法，因为之前有观众更过分，说尸斑。谁呀？你是法医吗？啊，你要不推测一下我死亡时间？尸斑，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不友好。之前有些观众挺好的，下台时就跟我说：“刘老师，你去看看这东西到底是老年斑还是皮肤问题，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去看看。”我说没事，不用看了，不用看了。你们有疑问，这个东西就老年斑了。你们一旦产生疑问，这个东西就老年斑了，因为这东西在我30岁之前叫胎记。也就这2年才叫老年斑的。再过2年可能真就是尸斑，我努力啊。年纪大了没有结婚，面临很大的催婚压力。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妈压力也很大，因为她催了我10多年了，20年了，她没有什么好的话了，现在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我已经听不懂了。有一年过年回家，我妈老远看到我，问我：“哎，怎么自己回来了？老婆孩子呢？”我说妈，咱们娘俩这关系，我结婚应该会通知你吧？我没结婚妈，我哪来老婆孩子？他说哦，哎，没结婚呀。哎呦，你还知道没结婚？你不结婚不生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挣那么多钱，我怎么都不知道呢？挣钱有用就花呗，自己挣钱自己花是很快乐的事情，对吧？我觉得啊，生孩子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个，比如说你觉得孩子很可爱，你想要有可爱的宝宝，或者你跟你的爱人，你们感情很好，你们想要有个爱情的结晶，或者你觉得高铁上其他小朋友很吵，你想生一个吵别人，对吧？报复一下，这些可能都是生孩子理由，但肯定没有一个理由是一个人躺在家里床上唉声叹气的说：“哎呀妈呀，我挣这么多钱，怎么花呀？”愁死我了，这怎么？哎呦，生个孩子吧，要不？毛病，不生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传到我耳朵里面，我听到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生孩子养孩子要花钱，对吧？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就是养孩子太费钱了。我说实话，坦率的说，我快40岁没有孩子，我也越活越自辛苦挣的钱给别人花，我舍不得，哪怕是我的孩子。有人跟我说，你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没有孩子。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自然就给他花钱了，你自然就给他花钱了。同学们，自然就在这里表达不得不的意思。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不得不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钱都花在他身上，那是自然就吗？扪心自问，那是自然就吗？自然就是非常主动、非常快乐的，对吧？我很少见到家长给孩子花钱是非常快乐的。我从来没在商场玩具店看到哪个家长兴高采烈给孩子买玩具，孩子们哭着喊着说不能再买了，我玩不过来了，家里还有没拆的。不生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还有一个潜台词，我妈有天看电视看到梁朝伟，大家知道梁朝伟是没有孩子，对吧？我妈指着电视说：“你看看，他这么大年纪没有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死了也带不走。”我说妈，孩子，我死了也带不走吧。
你不是想把我带走吧？你要这么想，你跟我说呀，我准备。其实我也做了点准备，我都长尸斑了嘛。钱带不能给别人吗？啊，给公益组织、给慈善机构钱是不是更有意义？而且再说了，如果钱带不走是一个人死之前的烦恼，那咱们就在死之前把它花完呗。这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吗？对吧？很简单，我太有信心，在我死前把我那些钱花完。我有的是办法，我躺在病床，一天吃8顿药。那个麻烦护士，全给我拿进口的，不能走医保。干什么呢？不用挑，你就随便拿就行了。你随便拿，我不用对症。我就想吃饱。不，你什么要我什么病？靶向病。我那个病床到卫生间就5米远，病床到卫生间5米远，我雇10个护工，把我的尿壶传过去。钱还有花不了的，普通人还有钱花不了烦，你们有钱花不了烦恼吗？对吧？普通人没有钱花不了烦恼，我太有信心，在我死前把我这些钱花完了。哎，别说死之前，已经在画画碑了，开始逛闲鱼买东西了。生气，因为我不是不婚主义，我也不是丁克，不反对父母催婚，我其实反对他们催婚的话跟那些催婚方式，对吧？我觉得父母最好的催婚方式就是父母恩爱。你让孩子生活在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里面，孩子肯定想要建立家庭，这个不用你催的，对吧？这是耳濡目染的过程，不用你硬催的。但我从来没见过爸妈恩爱，我从小见到他俩就是打就是骂，就能过不能过就离就离，孩子早就跟你离了。你想他俩自己一天到晚对婚姻这个态度，还让我结婚，是不是太恶毒了？见不得别人好。自己深陷泥潭，非要帮我往里拉，多恶毒呀，朋友们，多恶毒啊！我上次看到这么恶毒的案例，还是美食 APP 一个差评，说很难吃，已推荐给同事。快讲完了，但最后给大家来个反转。其实我今年可能要结婚了啊！哇！我觉得朋友圈公布这个消息或者发消息给别人都有点要钱的嫌疑。所以我就来上节目，然后到时候把视频分享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时候再关就来不及了哈。我在现场等着你，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新人啊多一些鼓励。三变今天这个演出旗开得胜啊，是吧？完全接住了这些人的场子啊！因为我感觉柳三变他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他的段子有递进，他是抽丝剥笋、层层递进，他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催婚的事儿的罗列，对，否则那个很容易俗套嘛。对，所以柳三变的文本你一看就是非常严丝合缝，文本能力非常强，是，节奏都特别好。谢谢。我们柳三变是微博大 V， 我能听听有多微吗？有300多万粉丝。但是发一条微博就2条评论，很真实了，真爱粉了，那都是你走的时候都能一起带上。这个给的太好了。今天最后说那什么意思？你说可能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拍了婚纱照了，哇，还没有定最后的结婚的日期。真人已经来到现场了吗？你们安排了是吗？哎，他看我们安排，这得我们安排吗？咸鱼先生一代重唱，就是我亲爱的。今天我觉得肯定是因为还是有一些爱的表达。求婚了。哎呀，宝贝，就是气氛都烘到这儿了哈。
我也没想过，就是真的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就没有准备很漂亮的话。有你在身边，一直都很好。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一起下去，谢谢。好感人啊！看别人结婚每次都很感人。哭了，好感人啊！衷心的祝福你，百年好合。我对我自己求婚的表现，我觉得拉完了，可能是吧。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挺开心的，能够一直在一起，就挺好的。我们日子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你好，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哎呀，街拍呀！嘿，你看咱出门也没捯饬，哎呀，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呀！啊，拿我当人肉货架啊！咔咔一顿拍，咸鱼还能拍出钱来？上咸鱼，想要赚钱你就拍拍拍拍拍拍。我衣服呢？钱你就拍拍拍拍拍拍。潮流配饰都能拍，赚钱哪种也能拍。上咸鱼赚一笔，拍得多，赚得多。别把我给卖掉了，退单。干啥都先上咸鱼。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那么马上有请到咱们第2位新人演员，他就是我们的大鹏。大家好，我是大鹏啊，我也是个中年男人，我今年43了。我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我呢，曾经在一家法国的设计师品牌店铺里面做那个时尚顾问的，俗称柜姐。钢铃是一条线，像必须穿。我们是个法国品牌。公司给我们提要求了，说跟客人打招呼的时候呢，要加一个 Bonjour， 主打一个好客。我们虽然好客，但是呢，我们店里的那些客真的非常适合吐槽。之前就来了这么一位，进店里呢也不说话，上来就点单，这个，还有这个。哇！当时我们所有同事都冲过来了，来大单了，可得好好伺候啊。在正常情况下，你点完单你要说啥呢？包起来。我都要，帮我包起来，没错。他说什么呢？这个，还有这个，我都有。我说懵了呀，啥意思呀？这个大哥过来跟我们比库存来了吗？沟通以后的才知道，人家呢在网上找代购了，让我们呢给他做一个鉴定，还得给他出具一份带红章的鉴定报告。咱们就说这个要求啊。可瑞子，不可能给他干这个事儿，就特别的生气。这种服务行业，我们又不能在店里跟客人吵起来哈。我说那个不好意思，先生，咱们店确实啊，没有办法提供这个鉴宝的服务。您这边有需求啊，建议您找那个什么庭泉鉴宝啊，你找那边老师给你看看吧，看得好了呢，人还得开门。但是今天这个点儿啊，我们店是要关门了。大哥急了，我说冷静点啊，绷住。还有一些客人呢，来我们店里啊不消费，跟我们聊天其实没问题，我们也挺欢迎的。但有时候吧，他聊着吧，他就跟我们逗闷子，玩那10万个为什么。之前来那么一位，问墙上一个包，问这是什么材质的呀？我一看，我说小羊皮，小羊皮呀。那你们会不会太残忍了？我说那个您吃过涮羊肉吗？那玩意儿可好吃了。那就问说，那你这个用的是哪个部位的呢？我是没明白他问的是包还是肉哈。我那个上脑吧。
那玩意儿有肥有瘦，多好吃啊！人家还接着问呢，那这个产地在哪儿？我产地，这包的产地在摩纳哥，这肉的产地对，还不能在呼和浩特吧？人家还能跟你接着往下聊呢。哎，那你倒是说说看，这个摩纳哥跟那个摩洛哥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说那个啊，这个甭管是摩纳哥还是摩洛哥，他都是我的哥，我的哥。儿哥，我的儿哥。我也没成想人能买，我就在那跟他聊聊，给他打发走了得了呗。哎，人就问了我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他说这个包多少钱？看走眼了，这是要消费吗？哎，临了了，这死孩子放了个屁，这事儿他有谎啊！哦，我说尊贵的女士，咱们这个包呢6750，你看又能背又能挎的哈。你是刷卡付现还是移动支付啊？哎，你猜人说什么呢？我诚心要多少钱？我女士，咱这儿呢是个百货公司，那也不是雍和宫，你心诚也不灵。但俺们这个包那是不灵不灵的啊。还有一些客人，虽然有消费吧，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专门有一类客人喜欢来我们店里找一种明星同款，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啊，我穿的这个明星同款啊，我这个感觉就得真的跟那个明星是一样的，要不然呢，你们家这衣服有问题。这次来这个一进门说要找易烊千玺同款卫衣，给他拿了套上身试，他你是不是拿错了呀？这看着也不一样啊，你看这哪儿不一样的？除了衣服以外哪儿都不一样呗。最后呢，这单也成交了啊！成交以后呢，就问我们了，啊，哎，你看我都有消费了，你们有什么赠品小样送我的吗？我上班这么多年，头一回听说买衣服还要小样的呀。哎，你说这个肚脐眼又放了个屁，他是怎么想的呢？邪门行的，我怎么给他拿？我上我们后边库房别的一副4块布，敢做个套袖啊？那不可能啊！那个不好意思，先生，咱们店确实啊，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赠品可以送您的。那个，我送您出去吧。满足了他的要求啊。其实我们工作中啊，真的还辅导过一些明星。那这个明星他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我咋知道他是个明星的呢？他自个儿说的。哎，到我们店推门进来，他说我是明星。你快帮我看看后边那帮粉丝还在不在那边追得我火急火燎。我说哟，我说你好，明先生。你后边连个鬼都没有，你就放心的选购吧。哎，人就看了看，转了转，看一卡包，他说有没有什么活动呢？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品牌从来都没有活动的。你们这个牌子不是应该经常都得有活动吗？要不然谁买呀？哎，你嫌贵，你不想买你就走呗，人家不的，非得给你找出个理由来。再看看，哎，三里屯的购物环境越来越差了，这么的嘈杂，我都没有心情消费了。我还是去国贸爱马仕吧，我每回去那人都给我闭店消费的。哎，行，下回您提前说，您来之前呢，我也给你闭店消费啊，给他闭到店外头。现在呢，我也不在这个行业做了，因为呢，我光会闭店，我不会闭嘴。谢谢大家，我是大鹏。大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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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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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盆，俩手也不行，俩手还不行，大不了。这行，这可以，这不较劲。来，大盆，俩手，俩手，就完可以了。终于可以了，可以。最累的就是这个部分。感觉大盆的风格很特别，它就是那种弱弱的刻薄，对，有闺蜜感。哎，对。没有宫廷感吗？
厅里的闺蜜就应该是这样。大盆本身说话就是这么阳刚吗？还挺吧。哎呦喂，行嘞就，因为确实是干这行的是吧？对。有什么推销技巧吗？我们平时可以避避坑嘛。对，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避坑。你来我们店里，你试了一条裙子，比方这试衣间，你就进试衣间了，你不知道要不要。这个时候，我的同事，你同伙就来到我旁边。这个我们之前有教过，这叫 team work， 哎，团伙作案。我这边出现问题，他就过来帮我了，就假装打电话。我说那个大盆啊，你客人那个衣服还要不要啊？这边那个苏州店要调货呢，那边有个客人也想要。啊，那你不能跟那个客人说一下，先从大裤调呗？我这客人还在考虑呢。全国就这一件了，你这客人不要，那边马上就要定金了。姐，你那衣服还要不要啊？马上就拿出来，抻着吊牌过来扫码。明白了。哇，饥饿营销。还有吗？陆姐是真的想听。对，陆姐被坑过啊。小陆，你到底想买什么呀？不知道，就是要防自己被骗。我告诉你，你甭管什么时候来我们店里，只要拿出一件，跟你说都是刚到的。哦，哎，这个是哈。你甭管试了一件多薄的衣服，你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太薄？不薄，这2天正穿。哦。零下15度那也不，这2天那也正穿。你试衣服试的小，一点都不小，就这么设计的包身款，扣系不上，没有，敞着穿才有层次。胳膊伸不进去，这么跟您说，咱家衣服啊都是纯棉的，你回家下水洗一洗，多少还能再卸一点。可以。原来奢侈品牌也是这么介绍啊，跟我出去买秋衣秋裤差不多呀。咱这 LV 纯棉的，再洗一洗能卸一卸。谢谢大盆，谢谢大盆。刚讲完之后，比没讲之前要放松很多。我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活动，我就一直回想小鹿给我发的那个信息。能够有一个就是你喜欢的演员给你这么大的肯定，这么大的鼓励，我觉得反正对我是好使的。最终上台的表演，我自己还挺高兴的。那么下面一位，他非常擅长用眼神杀人，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干啥都先上咸鱼。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这一期这个新人演员，我觉得比上一次那个气势会更强了。是，但感觉今天这个演员怎么危机感更强？怎么回事？来下一张啊！这太像了，这一张大家要知道，不要，这样马在这儿。为啥一直写呀？是要把记下来？我把梗概每一个梗的第一个讲，第二个梗概捋几遍，我不熟啊。因为我有一段就是真是今天早上现写的，包括这有没有劲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能不能有观众笑，其实都挺没底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加了什么东西，现场观众比如反应不大，你也千万别慌。对，我尽力把它讲的不那么磕磕绊绊，我尽力。对。那么下面一位，他非常擅长用眼神杀人，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东北大姐来了。哎 ，hello， 哎，今天讲一点我自己家里人的事儿。我已经成家了，我现在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我太太比我大了6、7岁。在东北，如果你找一个比你大好几岁的，身边好多哥们儿有异样的眼光，觉得大小伙子你往那一站1.8米，你找个比你大好几岁的，好像图人点什么。其实并没有，我媳妇儿普通人，
普通工作、普通收入，什么都挺普通的。但是他爸爸不错，他爸原来号称当地首富，在东北过去一小城市开什么 KTV 啊，原来那种产业特别多。没见面之前给我打过电话，给我挺大压力，问我说小伙，你们家父母那边做什么工作的？是政界的还是商界的？当时给我问懵了，我说叔叔，我爸我妈在沈阳给人卖房子，我们家做中介的。我妈其实就是那种标准节俭的东北妈妈，节俭到什么程度？我妈要是下午在厨房做饭，她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她都不敢。舞台上不老说杀字了，咱们今天录节目，把声母去掉，把找个词儿代替一下。杀鸡、阿鱼的时候不开灯，为了省点电费，暗杀。暗熬。你们严谨啊，严谨。但我媳妇介绍我岳父的时候，说他爸爸原来在这片啊，其实是东北挺有名气的。我说怎么个有名气？他问我你听没听过一句话？过了山海关，就是赵本山。我说你爸是赵本山啊？他说我爸外号山海关。他说他爸踩过缝纫机。我说你爸是裁缝啊？他没说话。我说你爸不能是蹲过巴黎子吧？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他说那你会爱我吗？我说实话，在爱情的试卷中，我从来没见过这道题。这出的也太偏了。我上一个问问题问的这么偏的那个人叫王艺龙，他说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们听过那首歌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我说句实话，我第一遍听这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大老师唱的呢。因为我感觉特别顺。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滴滴答滴滴答。来，太顺了。认了，这俩歌差了10几年了，没事。我毫不犹豫说，我说我会爱你。他说，那如果我大爷，我说你等一下，没有人这么问问题。如果我爸和我大爷，还有你妈和你大姨同时掉水里，你救谁？谁会这么问问题？如果有人这么问问题，我当时就会说，我救你大爷。我第一次到他们家吃饭，我感受到了一点压力。一个中年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进去说叔叔好，我点头往里走，坐在他旁边。他这时候摩挲自己那个纹身，问我：小伙儿，害怕呀？我没有想过，我进岳父家的第一句话会奔问到问题是害怕呀。我感觉自己像进土匪窝一样，感觉他下一句话就要问我脸怎么红了，我说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我防冷涂的蜡。但那天我当时反应还是挺快的，我说没有，我说美丽图画身上纹，非常适合老丈人。我当时觉得自己接的特别幽默，他直接说5个字儿，我是他大哥。他那个形象那个气质，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血缘上的大哥还是道上的大哥。到中午的时候，他爸爸回来了，他爸爸跟他大哥完全不一样，他爸那个形象气质，离远看你就感觉这个人是明显那种阿人贩。厉害，可以。我吃饭时候我不抬头，我右边坐着他爸爸，左边坐着他大哥，我就低头吃我自己的。他爸挺关心我说怎么小伙，脑袋疼啊？我说可能有点头疼。他说没事，我给你摁。他爸爸过来帮我揉太阳穴，越揉越难受，越揉越难受。他爸给我揉太阳穴，这么揉。这心里难受。看我不怎么动筷子，他爸还劝我说：“小伙，你吃点儿，吃点儿，你别在我家一口东西不吃。你一会儿你说你自己饿着肚子，你再下楼自己吃碗面条，你挺没意思的啊。”我当时听完，我心想他爸真不了解我，
我上楼之前吃过面条了。这2年跟我岳父相处下来，我岳父还是很好的。他挺幽默，他是那种标准的东北场面人。逢年过节亲戚要都来了，他会喊我：“大齐桌上鱼看见了吗？一会儿夹一条，扔院里，给外面小猫吃，让小猫也过个年。”茅台倒一盅扔院里给小猫喝。我坐饭桌上有点听懵了，我说：“爸，要不我再跟小猫拿200块钱？”太要面了。婚后我才知道，我岳父真是个裁缝。之前就是怕我欺负他姑娘，跟他哥一起装社会吓唬我。但我现在非常感激我岳父，是因为我岳父现在在上海陪我沪漂，他帮我带孩子。老年人啊，60、70岁到一个上海那种城市陪你沪漂，他好多不适应啊。外滩遛弯，自己进了一西餐厅，全是外国人服务员，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看不见，点菜他都费劲。老外就说 "Excuse me"， 我得说一大堆英语。我岳父对菜单憋了半天，憋一句："Hey Siri"。前2年过生日，我带他去那个海什么捞。我知道人不让提，我特意的。重新接一下啊，那天那服务员确实挺好，很热情啊。他过生日嘛，给他当时那会儿跳什么科目3，又甩面条，老头挺高兴。直接从包里拿500块钱给服务员。人说：“先生，我们那块不让收这个，说孩子没事拿着。”说：“先生，我们那块真不让收，孩子没事你拿着拿着。”我姑爷，东北看小猫给200。人说：“先生，不是钱多钱少，我们那块不让收这，说孩子没事你拿着。你要实在过意不去啊，你不行再给叔来点别的服务呢。”一句话给服务员说懵了，上门口给他做了个美甲。这2年我就观察我岳父，为什么他有时候愿意出去跟服务员聊天逗乐？我发现他有点孤独了。老年人在上海那个城市，他是交不到自己的好朋友的。他自己公园遛弯，遇见有的老头能简单寒暄2句，有的老头说话还有点瞧不起人的意思。前2天有2个说话我都听见，一个说：“老陈，平时在上海这边适不适应啊？有没有什么爱好啊？”我岳父没说话，旁边那一老头特欠说：“老陈来了肯定不适应。东北那边爱好好像叫什么秧歌、2人转什么的。”他有点变相说我岳父土。我岳父听出来了，他就微笑，在那块表现很绅士。我岳父说：“爱好啊，爱好现在喜欢玩点摄影。”老头：“哎呦，老陈，平时你还玩摄影？你玩什么摄影啊？”含沙摄影。聊这了，现在。太棒了！比昨天还棒！哇！谢谢。大齐这太棒了！前面铺的啊，哇，太酷了！从此以后没有办法直视阿拉伯人这个词了。阿基米德。阿拉小海里。都是长阿人。不能再啊了，然后那个再啊会儿吗？会儿发了。阿奇玛，然后那个阿僧啊，然后那个不是，您倒劝劝自个儿啊！您说这话往心里去呀！党委，对吧？哎，我觉得这个里头太是，因为你最开始说那阿跟沙的时候，我们还说这个没必要啊，后边是层层递进，哇，太精彩了，真的好棒，超级的精妙。对，它节奏非常稳，就能靠这么娓娓道来的这种语态，然后让大家这么笑，真的很难得，很厉害。而且他今天在台上的状态，我感觉有那种瞬间，你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去平时开放麦的那种稍大一点场子那种酒吧。对，我现在就是做这个脱口秀酒吧的，在北京干杯。啊，已经做到了3个，是不是？啊，对，这黄的。怪不得今天做造型的时候说给他来点稍微就是活泼一点的，他说不，我就得这个造型。我说哦，一下听了就明白了。而且我觉得特别奇妙的是，因为他长得很凶，然后他讲一个他被吓成那样的段子，就让人觉得他特别的可怜。我刚才没摁这个，我怕我说这上面这玩意儿再给他 PTSD 了，4个人都朝着他这样，一会儿他投降。
其实我岳父这个人是，他微笑起来就很面善，他要把脸绷在那儿的时候，他就很严肃很吓人。他长得挺像于谦的。难以想象，于老师做了什么呀？你岳父听过这个段子吗？我从来不讲，岳父只要来了的话，我就换段子。但是今天岳父来了吗？你看谁来没有？没有，不能带他来，不能带他来，他有他的事，他带孩子呢，他还得。哦，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小璐姐结婚了，对不对？大老师结婚了啊，对。对，那你们见对方家长吗？见。什么意思？都躲着，说家长进人家以后都这么进去吗？我提一个问题，给我提成这样。第一次见的时候会紧张吗？我第一回，因为我很少喝酒，真的很少喝酒。然后呢，但是陪我岳父得喝一点，他想喝。然后呢，喝完一点就感觉特别难受。然后我就去那个厕所，赶紧吐完了之后，然后擦嘴，擦特别好，擦到脸上。我刚一出来，我岳父说：“你是不是吐了？”我说什么？我没有啊，没有啊。说你看你鞋。哎呦，擦的身上特别干净，没看鞋，没看这鞋。当时不是洞洞鞋吧？洞洞鞋那也还行。哎呀，露丝，你现在是因为哪个反应过来的？洞洞鞋吗？哦，然后我也能说及时笑的梗。我刚刚想的是大块的露不下去，你知道吗？嚼碎了漏的。得看大老师那天消化的。哎呦喂，您啊也少录这样节目，成长太快了，太厉害了。好嘞，感谢我们的大千，厉害！我太喜欢大齐这个包，他比如说啊跟沙。然后就这么点破玩意儿，最开始以为是说的有问题，然后但后边其实他一直在用这个当底儿一直推，就是他不是直接出的，他又会让你觉得听完之后也非常爆笑，之后但是回去会想，哎，这人就有点意思。大齐，我觉得前途无量，哎，大齐，最近大家都在交换烂梗，你有没有好玩的？咱俩交换一下。那我找一个。我妈现在眼神不行了，穿针都穿不过去了。每次我爸帮她穿针，她都笑得特别高兴。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哥们儿，你这太烂了，我给你来一个吧啊！小的时候，我爸总是不回家，我爸总是喝酒，我爸总是打我。你知道我把这记下来算什么？算原生家庭创伤，算霸总文学。你这才烂呢！哎，我这儿有一个含金量特别高的梗啊。为什么咸鱼的卖家说话都很大声？为什么？因为卖掉了，说话就得大声。你这个好，我得拍下来挂在闲鱼上赚钱回博学。不是，闲鱼上梗也能卖？神奇的闲鱼上啥都能买。你看，有卖野生奥特曼，有卖树叶鸡蛋壳，还有卖各种技能，哎，卖关子。你这么棒的梗，拍上去就有人买。哎，你看，被直拍1秒了吧？真被拍了。小鹿爱吃草莓，你这不会是鹿姐拍的吧？跟咸鱼一样有神奇的眼光，能 get 到我的梗。下一位朋友，哇塞，人如其名，你们可得好好看看，你们可得好好看看，他的名字叫做张美男。我叫美男，不是美男。最早是从大学开始做酒店行业，从2022年开始讲脱口秀，自己经营一家小俱乐部，现在全职在干这个。我很好奇他为啥能来。你跟老板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相处模式啊？就是哥哥和弟弟，就是我不舔他。别紧张，好好整啊！得嘞，兄弟，我现在给那掌整成啥样，你知道吗？就是这不正中间吗？靠左边，最这边的这个男的，你只要瞅对他就鼓掌。最左边吗？对。让我们有请张美男。哎呦，这范儿可以啊！哎呀，扭着上来了。Hello， 大家好，我叫美男，欢迎你们。谢谢各位，叫美男啊。哈哈哈哈。
诈骗什么意思？现在都不是问你为什么叫美男了，问我凭什么叫美男。我也问我家里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家里说是找那个算卦的给我算的。真名啊！算的不准。所以说不要相信那些算卦的算命的啊。我之前也碰到一个算卦的，那个算卦的手里举着一个大牌子，上边写着10块钱，不用说话就能知道你姓什么。有人见过吗？有。我说这也太神奇了啊，他能知道我姓什么。我就给了他10块钱，他就拿出2张纸啊给我来回看，最后真的算出来我姓张了。到今天我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要花10块钱知道自己姓张。后来我朋友跟我说，你一开始给他微信付款是吧，就显示你姓什么。哎呦，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平时会发一些旅游的攻略，有用啊。前一阵子去了一趟南昌，有人去过吗？去过哈，有个景点叫滕王阁，如果你会背诵滕王阁序的话，可以免门票。我当时还想，你说当年高考刺激我都没有背过，有可能会因为明天的50块钱门票去背吗？太会了。因为你如果今天晚上背过的话，明天就能省50，你都是给自己学的呀。我听说背诵免门票，当天晚上就失眠了，睡不着。我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背过，背到第2遍就睡着了，太好睡了呀。说什么年轻人现在都容易失眠是吗？你看书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褪黑素。虽然没有背过，但我第2天我还是去了啊。我想试一下，万一背过呢？刚到景区，把身份证给了那个工作人员，我说你好啊，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他说停。我说哎，什么意思？玩不起是不是？不是说背诵可以免门票吗？他说是，背诵呢可以免门票，但是你得去背诵点，这里是售票处。不是光我自己走错了，我往外面走的时候，在那个排队的队伍的末端有个大哥也站那儿背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看他拿个手机在背什么庆历4年春呢，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乃重修岳阳楼。我就知道完了，告诉他来不及了。我自己去了背诵点了，有人去过吗？有，他挺远的啊，但是你很远就能听见这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啊，声声刺耳的，背什么的都有。它一共有2层，1层啊是那种成年人背诵的地方，你会发现啊，整个1层没有年轻人会背。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有会背的吗？没有吧？哎，有一个上的，那也不让你背。我讲了快10分钟了，让你装一下子。就没有。我发现一个大爷年龄非常大了，我说大爷，你会背吗？大爷说我会默写。我说那你可太棒了呀。大爷说是，我不像年轻人呐，不懂得珍惜，天天就知道玩。我说哎大爷，我用你教育我了吗？但是这个2层就不一样了呀，2层啊是那种小朋友背诵的地方，就是未成年。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可以背过的话，可以免2个家长的门票。这个政策可太厉害了呀！
有哪个家长能放过自己的孩子呀？我一上2楼啊，在那个楼梯口看一个家长对他孩子说：“这个地方是街乎，不是灾乎。”我说：“你会你上啊，你难为那个孩子干什么呢？”而且我去问了一下那个孩子，才不到6岁，你知道吗？什么概念啊？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哪怕他一个字儿不会背，他也能够免门票进去。刚才那个大爷他也能进去，他们本来就免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证明自己会背。我想了半天，我说可能是政策的问题。你想一个孩子背过，免2个大人的门票，我就在那儿等。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不是我自己这样想。1楼没有背过年轻人，全到2楼找孩子去了。你们有看一个电视剧叫《情深雨蒙蒙》吗？里边叫可云的，有印象吗？你上2楼去看，全都跟可云一样。一上楼，呵呵，我的孩子呢？哎，后来真的让我抓到一个啊，一个小男孩自己去的，11岁。上去没有5分钟就背完出来了，我说：“哎，兄弟，我说你能带我进去吗？”他说要100块钱。好，掌声送上给美男，谢谢。等一下，我有造型啊，我有造型。你有造型？时尚美男，时尚花美男。各位，请看。很棒，很棒，很棒！因为他今天进造型室的那个诉求就是他觉得他发际线有点高，我就给他整个刘海儿。哎，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上来？他们说这有点像制片人上来了。给制片人老师一个特写。哪儿了？没带啊？啊，在导播间，导播间需要有一台机位。哇塞，这个样子不模仿刘欢也是着急了啊！然后还有了，但是他长得太像咸鱼了啊！还真是，没事，不重要，重要是在于刚才那位老师，刚才举手那位想装一装的同学，展示一下呗。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金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齐己遥临，欲闻新州之义范，詹维赞助，詹维赞助。詹维是谁？詹维是谁？厉害！期末他背的对吗？对呀，没人知道，该对吧？因为全场只有一个人他会背。哇，这个背这事儿太厉害了！哇塞。张美男，你们家本身就给你真的就是起的这名儿，真名就叫美男，确实有点为所欲为了。我也说过很多次，我说为什么取名时候不跟我商量一下？那爸爸叫什么？张美人吗？妈妈张美女。这家人。美男现在这个发型就很匹配他曾经的身价啊！哦，美男曾经身价过亿。原来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做了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对，然后当时全国有40多家店，哇！当然我们融资是融了4轮，一共融了3亿多一点。哇！哎，你说完这一段之后，感觉这个美男这个名字越来越配他了哈，就是真不愧是真名儿。对，容光焕发的。然后到22年就破产了嘛。啊，不配了，名儿一般了。对，后来我自己做来俱乐部又挣了点儿，这名儿又配了。哎，现在您那俱乐部还有特别多的知名演员啊？现在最知名的可能包可爱知名一些。昨天成绩特别好，昨天下台之后让我给他拿水，让他背《滕王阁序》。他练格斗的，我也不太敢惹。但是现在俱乐部还能挣钱，还是说明经营还是有一些方法。对，人家有自个儿的招数。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做酒店的时候，大家说酒店成功有3个关键点，就是位置、位置和位置。谁跟你说是个结巴跟你聊的吗？走了。说最重要就是你位置，然后他总结3点，3个点，3点。你说这人多精确了。对，那个人可能就说了1遍，太冒犯了。您听进去了，然后所以说做的还不错，恭喜您，恭喜，谢谢。好，谢谢。又不是第3个，根本就没有男的。老板反映说，到场上发现第1排、第3个不是他。不是他没记住。又不是第3个，根本就没有男的。我说的是第1排最左边内行的那个最靠右边的这个人。这里是售票处。我讲了快10分钟了，让你装一下子。吴鼎，我已经做完造型了。哎呦，那我也来搭配一下吧。露丝老师，我觉得我这个穿搭缺一个点睛之笔。是的，因为你现在整个注意力都在这个黄色鸭子上。我给你换一个注意力的焦点，那就是咸鱼了。哎，这个衣服上的小咸鱼啊，简直是神来之笔，我太喜欢了。听说用咸鱼拍张照，挂上去啥都能卖，我要把今天的造型挂上去。这你得感谢神奇的咸鱼，也是让你吃上穿搭博主的饭了。太好了，那露丝老师我们就先走了。好，了，拜拜。好嘞，那么下面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演员啦。兄弟，这么多年挺不容易，对吧？兄弟，我给你找个好地儿，咱们来一把。我把你送到这儿。加油，我们一起加油！我相信你，你相信我 ，OK 吗？谢谢。搞的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嘛。加油，吴鼎！有请吴鼎。哎，大家好啊，很开心啊，最后一个了，怎么样？累不累？朋友们累不累？累啊！现在属于是张艺兴老师来了，累啊！这是大张伟给我设计的开场段子，就是他给我设计的开场段子。该脏不是这段。我说我不讲，他说这累。他还给我设计了一个太羞耻了，我说我都不太好意思讲啊。讲一下啊！他说你就这么讲，说大家好，我叫吴鼎。我就不能在天黑的时候演，因为天黑会犯错，吴鼎会着火，然后真好使呀！吴鼎会着火，吴鼎会着火。演，我还是不懂喜剧啊，好吧。OK， 开始最后的幽默啊。咱们深夜了，聊点成人话题好不好？好聊，可以吗？对吧？稍微尺度大一点，好不好？不要紧张，聊点成人话题。租房，太刺激了！我告诉你，租房，哎，你们在长沙租房吗？哎，想租个好房子真的挺难的。我刚去杭州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大城市，我想我咬牙租一个比较中心的房子，我过点这种都市时尚生活。我住了没几天，我发现我们小区楼下有人办白事儿。办白事？跟我老家农村那种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有人去世了，然后找一堆乐队在那儿表演，在那唱歌念经，家人站底下看他们唱歌念经。我说这跟 live house 有什么区别？啊，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个人没有 live。地狱小王，你差不多行了。早晨8点唱到晚上12点，哪个乐队这么能演？我当时我妈来杭州看我都乐了，说妈，来南方给人家守灵来了啊！大孝子啊，很难受，而且他不通知住户，大家说每天早上就跟开盲盒一样。
你不知道哪天早晨一觉醒来，一出家门，4个法师站你脸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脑子反应不过来，我说死了。我说大城市生活节奏是快啊，刚搬来1个月就死了，难怪人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刚去杭州的时候，那个公司老板还给我画饼，说大城市机会多，你只要努力就能实现你的愿望。我以前不相信，我那天站那个门口，我信了，因为我前天睡前确实许了个愿，我说这个狗班上的我不活了。就偶尔一次，咱们忍忍就算了。你1个月办3场，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3场连着办。我头一次看见办白事翻台的，就那个灵堂不拆，和尚也不走，换家人们。跟直播间似的，走一波家人们，来一波家人们，全是家人们，很难受的。就是我这个人，我不是毛病多，我能理解生老病死，理解一下。但是我就担心我的精神状态，因为人都有个毛病啊，叫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我突然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发现我开始无意识的哼歌。你走着走，你看，每天不洗澡也觉得自己很干净啊。最难熬就是第7天，第7天又开始就烧纸，我就在那看，我看到后半夜我都害怕。我感觉烧那个数量能把人赎回来，最好了，太多了，我就怕看到后半夜那个火腾一冒，老头走回来了。我回来了，他们说交够数了。哎呦妈呀！你们没有办法解决，你很难解决，因为这种事情确实你要尊重人家一下也。没有人敢很严厉的驱逐，我去跟他们聊过，我说那个不好意思啊，咱们我就是能不能就是照顾一下，他们就态度很好，就是道歉也不解决。他说那个小施主啊，你别生气，你别生气，实在不好意思。你这样，他说完从那个放贡品的桌上拿着瓶饮料，说你喝瓶饮料来了。我说这个我就不喝了。他说哎拿着吧拿着吧，这都没人喝过。我说咱也不是怕人喝过。他说：“你拿着吧，你别不好意思，这个外面买不着。零糖饮料喝过吗？零糖零卡更健康，对吧？”哎呦！好，谢谢大家，谢谢。屋顶这必须得改，哎，屋顶，哇，屋顶，厉害！谢谢大老师啊，这太幽默了。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屋顶，他是平时还能干嘛？你知道吗？他是桌游店老板。对，哇！大声说出你桌游吧的名字。我们的桌游店叫杭州开局桌游啊，然后店里有翟佳宁《喜剧之王单口季》的冠军奖杯展览啊。哇，好。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俩就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我说我开店，你随点什么？他说我把冠军奖杯给你。但是那个奖杯已经被这个来玩的朋友摔得差不多了啊！那么恨翟佳宁，同行的恨呐。然后他现在已经不能碰了，一碰就碎，我们就给他放顶上了，给老翟子供起来了。可以，您这故事都够阴的。咱家主打这个灵异脱口秀这一块的。哇！我只是听说过以前那个故事，就是拿起电话一直摁那个数字0，摁到第100次的时候，数字0就会坏掉。啊，对。那也该坏了。也该坏了。我现在不会再认真听他说的话了，我一定会想下一句是什么。哦，我还在很认真的听。好嘞，咱们就是感谢咱们的屋顶演出，谢谢。屋顶真的特别有经验，他最后一个上，观众那时候真的很疲惫了，然后他先上来和观众先玩了一下，把观众的注意力抓过来，然后再去讲，所以说他最后那个底收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今天应该不至于露宿街头。
今天呢确实都很精彩，包括前面像二狗的演出啊。二狗是谁？二狗是谁？二狗。二狗就是303，你知道是谁吗？是303。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么各位亲爱的老板们啊，我们演出就到这里啦，又到了您行使您老板权利的时刻了。拿起您笑发财的验卡，觉得新人够好够炸的，就给我们这个5星好评啊！如果觉得还是差点意思呢，就把您的具体想法写下来，越详细越好。我们的节目呢，联合了微博综艺，发起了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的民间段子手2创活动，即日起。微博关注优酷综艺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官方账号，带话题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民间段子，加入2创大赛就有机会被我们随机翻牌，更有机会来到现场一起快乐。下一个神段的手就是你啦！希望各位手下留情，给我们多评高分，让我们一起能够睡个好觉，不要露宿街头。感谢你们啦！谢谢各位演员们，谢谢。谁在做饭？哼，鼻子很灵啊！哇，好香啊！没想到周老板你不仅段子说得好，做面也是厉害。享受美食啊，和讲段子一样，要精准对味，段子纯粹，观众才买账。就像这瓶长康纯芝麻油，100%纯粹，才能100%对味。那以后我也试试，给段子增香。整场演出肯定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炸的点。今天的这个表现稍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柳3变，没想到他现场可以这么炸，每一句出来大家都很有反应。吴鼎进入到他的节奏里之后，就是一直笑点就轰不停。张美楠她就是节奏是很自如，耳目一新的应该就是大起义，所有人都完全被他带入到他营造那个场景当中。张俩是什么感觉？这玩意儿不可能比之前差呀。但鹏哥，你今天真好，是我看过的里面最好的。谢谢你，我很满意。我这场演出比我们第1场效果还好。有请我们的鱼头人来送上观众的评论。这不就是张美楠拿上来了吗？太像了。哎呦呦！哎呦！哎，是。好，意见卡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是的，今天啊，我们这个意见卡怪不着我们天一了，对不对？今天您没上场，哎，然后，不是天一，谁在这儿呢？我没上场，别把我忘了，大老师。肌肉记忆骂人呢。已经傻了，对不对啊？好嘞，行，我们先说一个这个好评吧。啊，得嘞啊，这个必须5星，特别开心，他说笑到肚子疼，没想到露丝这么有梗。哎，今天超级有梗，超级有梗，超级棒。你们对我好善良啊！不是，是真的，你成长超快。今天放飞的非常飞啊，真的假的？接了很多很抽象的话。然后呢，超级棒。对啊，今天你们姐妹这个。像那个老师在上课，然后一直在旁边蛐，根本不管到。粉笔就要扔了啊！然后呢，好嘞，那么期待再次看见露丝，太爱看了，希望您多来。我们也希望。长住。我先读个差评啊，这2星啊，中间的比较平，现场气氛有点吊不起来，看困了。哎呦。尾也，他说开头尾不错。我这边也有一个2星的差评。哎呦，他说今天的段子没有生活感，一听就是为梗而梗。还没生火，他那门口都生火了。对呀，阿仁，你看这多生活。谁的生活呀？不是我的生活。我觉得观众有的时候会那种，就你经历的事儿太离奇了，他就会觉得是假的。
没产生共鸣。多少以下？多少以下是露宿？70以下。昨天没有什么两星，但是我还可以读一个好评，这是5颗星，5星，朋友们。嘉宾老师的氛围很搭，让现场效果 up。哎，演员朋友的节奏很好，很沉浸。祝节目大爆！听说刘洋教主的身心俱疲专场全国巡演中，没有，没有这句吗？啊，我以为写了。好，还有一个5星，说大盆。超级有意思！哇哦，第一次笑这么大声，喜欢。谢谢长沙的观众，长沙观众太好了。可以。我这边也有，整体演出特别精彩，很有趣，全程笑得我脸痛。不能一顿夸，然后睡街上了吧？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今儿不至于，真不至于。哎，我这里有一个有点吓人，1星的。啊？不会吧？这位观众说，为什么没有女演员？这个确实了，这个我们得认。是真正的就是在脱口秀里面女演员会少一些吗？现在越来越多，但相对多了，我觉得确实相对还是少一些。4、6吧，差不多。4、6，但真心希望，对，应该更多人。而且咱们现场观众其实女生也多，然后共情的点会更多一些。对。咱们现在就要揭晓咱们的最终结果了。4星以上到70%才可以睡家里。今天晚上会不会露宿街头？有点不乐观。我感觉就是应该是把所有的差评都已经找到了。对，我感觉整体氛围好。这么说吧，咱们有8。78。80吧，8%。我找个班上吧，你这样我那么本场的满意度它是什么呢？68%。只差2%啊！露宿街头了。今天下雨。他是不是把2%写前面了？对呀。2%写前面，89。又找过。出去！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我们的露宿街头已经来了。我是感觉啊，好久，怎么说呢？想教主。这时候想起我了。小鹿，你不想教主吗？一起去露营吧。咱仨多久没住一块了？露营啊！从来也没有住在一块儿啊。但我想问，我可以露宿街头，但露丝也要露宿街头吗？露丝从来不用露宿街头，因为露丝是捧场大嘉宾，因为今天他没演。你笑什么？你也得去啊！你去了能好？这个地方能睡2个人。我只是一个飞行家，太幸运了。哎，你非让这个伞包是飞行的。你飞行，你到哪一套？飞稳一点啊！大礼包。晚安，马卡巴卡。哎，你把你巡演的海报做成这个。对，来一张。也太身心俱疲了啊！来吧，各位少年们，走起来！拜拜！别走啊！别走！我第一次认识什么叫欢送。好日子，你家里是个好梦啊，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天！好冷啊！我的天哪！不是最近长沙最冷的一天吗？今天都哈白气，你看。
都能哈出白霜，也太冷了。哎，就在这儿搭不就完了吗？因为咱们这儿已经算是街头了吧？是不是？没有底儿没棚，怎么就算？有道理。而且那儿直接进去就是厕所呀。哦，哎，对呀，而且这还是在桥底下，这个还挺好。哦，还能遮点雨，完美。那就这儿，这生活条件可以了，来吧来吧。那咱们这帐篷能通铺吗？就是把它连在一起，变成廉租房那种感觉。廉租房，这么可廉租？通着对。哎，朋友们，咱们把帐篷搭好一点，他们露宿的时候直接用就好了。哦，我们为他们着想。我飞行嘉宾，我管那么多。二狗是这样的，以后他们露宿的时候你就必须来。对，我在这看门，我在这。哎，小灯。哎，你在哪搞的？里呀都有啊，都有啊。哦，哎，这儿搭点灯，仿佛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哎，对啊。哦，这还行，这应该是保温的。这是个桌子。哦，嚯，3室1厅啊，咱这个。这个不会是个风筝吧？就是跑起来之后，它就跟着你越来越大。这是什么？不知道，就牙刷。这都没地方接水，在刷牙。你怎么在刷牙呀？哎，怎么你哪来的水呀？你刷牙呀？我带水了，吃喝拉撒水我都带了。你不好好刷牙，你的牙早晚得漏窟窿，得杀神经。那玩意儿不但又花钱，而且呢你还受罪。其次，我第一个反应多吃点儿。本场的满意度是68%啊！这个好，我们先吃，吃完再要。太讲究了。哎，你看看这个已经，哎呦，睡着了。晚安，马卡巴卡。脱口秀天花板掉地上了。对，天花板，怎么睡地面了？天花板。因为我就奉行一种极简主义原则，能少动，那个包里的东西就少动。发现确实有点动头。不是，这弄个灯吧，别走过踩着你。没事，我会喊疼。不是，周老板，我给你搭一个，我不忍心你睡外边。它像一个菜，咱俩给它罩上。你防苍蝇的。对，你这样就变成魔术了。哎啊，周奇墨，我整没了。真挺温馨的，行业从来没这么团结过。我上2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是算低能量人群，就是我能从你们的情绪里面，你吸取了能量。对，我会有能量，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开心。然后，而且我会觉得我听到了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卖小吃摊儿，我就是想要听各自各样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我会觉得脱口秀演员有点像我们的嘴替，是的，就是说出很多不同的人的心声，跟他在那一刻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可是当脱口秀演员说出来那一刻，他会觉得说原来这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对，所以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就是共鸣，很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哦，好冷啊！好惨啊！哎，还挺开心的，搁那笑呢。哎，不是，他没说露宿街头是睡的意思吗？哇，嘎嘎乐！咱们查一查露宿的标准定义是什么？大老师才定义呀，我得睡一觉了。不是，咱在屋里查呀。你看看，哎，露丝来探班了。我给你们带那个保暖衣啥的。哇，感谢！你带手机了吗，露丝？想报警还是？来吧。谢谢露丝，太善良了。火炉。吹还能着还是咋？为爱发电。的一种游戏。爱。哎呦，
有点温度啊。是不是已经疯了？你们已经，我现在出来看你们精神状态，我就不对劲儿。低温会让人丧失超能。有没有说明书？哎，有说明书，老师们。谢谢露丝，谢谢露丝送的温暖。哇！还有这个呢，还能喝点热水啥的。烧水，烧水，烧水。暖宝宝。谢谢，谢谢。这个你快打。好。按今天表演来讲，我觉得其实比昨天还要好。然后我就会觉得有没有可能出来露宿的，直接送到最舒服的酒店？哎，什么？什么？等会儿我没听懂。什么天使发言？这是？这才是最厉害的凡尔赛，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就不用太把压力给到观众了。哦，比昨天好是不是？您感觉？我觉得比昨天好。那让昨天的他们来录是不是？昨天也有我呀。那你不动了？那我就常驻这个地方，有演出我就进去演，演完我回来歇着。反正我觉得今天真的挺好的。谢谢露丝，谢谢露丝送的温暖。辛苦了，辛苦了。告诉俺妈，俺不是孬种。行，走了。来吧。所有兄弟们，咱们入睡了。我们不好笑，已经在露宿街头了。接下来的飞行嘉宾，不管你是谁，跑啊，跑啊，跑啊，跑！翟老师，今天我们挑战失败了。那走吧。哎呀，你别说，这景色不错，远离了尘世的喧嚣，远离了名与利的争夺。此时此刻，来到了恬静的西海岸，听着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不禁就想睡一觉。如果有一天我真露宿街头了，我一定会回到这椅子上睡觉。我是为什么会露宿街头？是因为他们失败了，是吧？对。失败的好啊！他们不知道在这儿多得劲儿啊！海浪的声音，海鸥翅膀扇动的声音，还有美国本土音乐的陪伴。怎么又录上贝尔了？躲也躲不过去。我得意的笑，得意的笑，笑到红是人不老。哎呀，什么脱口秀，什么舞台，什么名啊、利呀，在一阵阵海浪当中都洗刷没有了。Good night， 希望鸟别往我身上拉屎。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让我们有请本场幕后总策划大宅，还有他的必胜法宝郭碧江。您为什么一直朝这边？因为是喜欢向左，对不对啊？要听他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这种脱口秀是会怎么样？翟先生，该您张嘴的时候到了。长得好看是好，是林一达。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翟亚玲，突然 get 到你的魅力了，我再也不骂你了，宝宝。不管再硬，也没有跟家里的关系硬。这是什么东西？拉布布吗？不是不是，这是我自己生产的小娃娃。哎，你们觉不觉得向左这个名起的，像是在交通港出生的？向左，别不好笑露宿街头，咱们就叫不好笑就睡总统套房。谢谢。我哮喘。哎呦，你真假的呀？哮喘！哎呦，我吓我一跳，别死我边上！眼睛闭上，真的是，哎呀！
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上。当然，今天在现场呢依然是没有上场的嘉宾。为什么老是不叫我上去啊？女演员都留下来吃果盘了。呸！我们要的是公平，我们要的是展现，我们要的是上桌。这水果我自己能买。飞行嘉宾飞去露宿了，我们送一句祝福给他们吧。干得非常好了，别介意这种结果，无所谓，无所谓啊。不是，没有心啊，其实。哎呀，谁没得吃？你怎么这样？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详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未播精彩花絮等你来看。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朋友们一起招手！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和傻子置气，都不至于，都不至于，都跟我没关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离开，离开就是肤浅。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跟自己较劲。我爱自己，要爱自己，我要爱我自己。这个世界美得要命，一生哲学，但其远不走心。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必须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好美来找一切，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伤害我。我不在乎，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我不在乎，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民间段子手，参与2创大赛即有机会获得官微或选手翻牌、现场录制门票等相关福利哦。上微博搜索笑街不打烊营业局，跟选手一起畅聊现场录制趣事。